哎呦我的妈！在圣西姨母面前总是这般目标明确。辉宝知道姨母口袋里有小零食，站起身就伸手往姨母口袋抓。辉宝可爱的小腿都内八了。一会儿姨母走后，辉宝倒挂在了小亭子上。瑞宝在辉宝身后看到辉宝想下去，走上前助了辉宝一臂之力。辉宝一头栽下去，摔了一个四脚朝天。一会儿辉宝又看到妈妈要去室外，立马跟了过去，但中途又被南川宝吸引了。辉宝给了南川宝一个拥抱，给南川宝压在身下。但辉宝忽略了南川宝的感受。此时通道门并没开，爱宝回来刚好撞见了这一幕。爱宝向来比较维护自己园区的一花一草，爱宝让辉宝起来，不要压坏南川宝姐姐。但辉宝不愿意，还躺在南川宝身上撒泼打滚，跟妈妈耍赖皮。最后爱宝只能强行推开辉宝，被推开的辉宝还怪妈妈多管闲事儿，不断反抗着妈妈。辉宝蹦跳着来到了小滑梯旁，这时辉宝又遇到了一片落叶，什么东西捡起来都往嘴里塞。辉宝拿着落叶品尝了起来，等解决完落叶，辉宝又钻到了草丛里。这时瑞宝过来找辉宝玩，姐妹俩凑在滑梯上，辉宝将瑞宝压在身下，给瑞宝从小滑梯上推了下去。到了刚才瑞宝将自己推下小亭子之仇，给瑞宝推下去后，辉宝又快步爬回小滑梯，跑去了小树上。瑞宝紧跟其后追到小滑梯上，给辉宝从树上拽了下来，然后给辉宝又推下了小滑梯。姐妹俩打打闹闹，谁也占不到便宜。辉宝姐妹俩天天欺负俩老头，这打算在自己回国前给两个爷爷的头发都耗光啊！一个不想出室外营业，一个出室外后就不想回去了，这让爷爷心情不断跌宕起伏。早上辉宝虽然去室外了，但是出门就躺在小阳台上，慵懒的一躺，接受着每天自然光的沐浴，让其来给自己补钙。辉宝小小年纪就懂得养生了。爱宝出门后只负责吃，天天都是这般敬业，给姨姨们表演着吃播。爱宝吃饱后丢下辉宝就回室内了。有了福宝一胎的经验，二胎从开始爱宝就没有内耗过，有奶爸给自己当助手，爱宝不担心。爱宝听到奶爸的员工门打开的声音，就知道辉宝要回来了。爱宝只是回头望了一眼，表示一切都在自己预期中。辉宝走出门，将爷爷给辉宝投喂了一块小苹果，又摸了摸辉宝，让辉宝乖乖的。现在想给辉宝从室外收回来，如果没有小苹果根本办不到。但是辉宝这里却没有走出来意思，将爷爷原本想关门，但辉宝在通道门口挡着，但辉宝的小苹果也不能白吃。辉宝往前挪一点，爷爷就给门往下放一点，直到全部给通道门关上。两个爷爷现在天天都活在和瑞宝、辉宝斗智斗勇中。爱宝正在驱赶辉宝，让辉宝走开，因为爱宝要去室外了。爱宝知道辉宝坐在这里，奶爸是不会开门的。爱宝想引走辉宝，但辉宝也不再是小时候那般好骗。现在的辉宝，爱宝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辉宝甚至都跟爷爷玩起了谋略。辉宝看到爷爷因为自己太所以辉宝先藏在了竹林后面，在爷爷把通道门打开的那一刻，趁爷爷不注意，立马跑了过去，就这样成功混进了通道里。辉宝这成长速度可真是可怕。永宽拿着小零食开始哄辉宝回来，爷孙俩蹲在通道里相互拉扯。辉宝眼看永宽只动嘴而不投喂小零食，辉宝转头又钻进通道里了。最后永宽拿来小苹果给辉宝从通道里掉了出来。这次的拉扯让辉宝尝到了甜头，又让辉宝多了一个能吃的小苹果的方法。吃完小苹果的辉宝依旧没有停止整活。辉宝今天有点火力旺盛，辉宝爬到了滑梯上方的那棵小树上。辉宝现在爪子的锋利程度，这塑料护栏已经有点不够看了。辉宝的爪子已经能够穿透一些塑料护栏薄弱的地方了，但是再上一层还是有点滑。而与此同时，室外的乐宝也没有闲着，爷爷们给乐宝的室外布景了，鲜嫩的竹子插在雪地上，乐宝吃着有趣，姨姨们看着也很治愈。当爷爷笑眯眯地俯下身轻抚着瑞宝毛发，戏谑地称他为熊猫世界的猪兔子。瑞宝似乎对这个新外号不太满意，于是他决定追着爷爷要竹子吃。爷爷一边躲闪一边笑着说，瑞宝哪里听得进去，他开始模仿走钢丝的模特宝宝。
不过他的眼睛始终盯着爷爷手里的竹子。终于，瑞宝扑通一下掉进了竹子堆里。爷爷看着这一幕，忍不住拿起竹子逗瑞宝玩。瑞宝挥舞着小爪子，仿佛在打拳，还黏着爷爷不放。不一会儿，爷爷就被瑞宝的活力逗得笑个不停。而此时的辉宝正在赖床，想要爷爷摸摸毛头。瑞宝挤到辉宝身边，霸道的占领宝地。辉宝一脸懵，瑞宝咬着辉宝的毛毛，开始打拳表演。爷爷无奈的劝架，但瑞宝似乎并不在意。这时瑞宝翻了个身，又开启小霸王模式。哼，没有辉宝，不是还有爷爷您吗？看我的小拳拳！爷爷打不过就跑。不过这一切都被辉宝看到了。到了吃饭时间了，好像是刚才打拳打累了。瑞宝拿起一根大号的竹子就开始啃。爷爷耐心的解释，这是你妈妈才能吃的，你现在的牙齿咬不动。但瑞宝并不听劝，他坚持要啃那粗大的竹子。瑞宝表示，不听不听，我一定会成功的。爷爷先把镜头给到2号饭包辉宝。就在这时，爷爷寻找着辉宝，却发现他正躲在妈妈的饭桌上玩耍。但辉宝的淘气行为很快就被妈妈发现了，他被狠狠教训了一顿，乖乖地钻到了竹子里。不过辉宝很快又钻了出来，继续他的捉迷藏游戏，真是个不折不扣的淘气包。爹宋3岁破天荒的在爱宝回家休息的时候，把瑞宝、辉宝也喊了回去。结果等饲养员们给爱宝放置好新的竹子和小零食后，瑞宝不出来了。这时宋3岁慌了，宋3岁赶紧钻到通道里去呼喊瑞宝，差点又闯祸。原本今天宋3岁想着是让爱宝回家休息，但爱宝这时刚从室外走回来，想休息一下再回去。而姐妹俩这里的动作有点快，辉宝看到通道门开了，急得直接从小亭子上跳了下来。爱宝这里坐了一会儿，喝了口水，这才往家走。这次的工作量有点大，出动了3个饲养员，圣希阿姨和另外一个姨姨负责搬运新竹子，宋3岁负责收拾刚才爱宝吃剩的竹子。新的竹子放置好后，爱宝率先走了出来。爱宝来到小亭子上，看了一眼没有新竹子和小零食，转头直接走向小木床。结果瑞宝和辉宝这里不想出来了。虽然爱宝此时还在园区，但宋3岁依旧淡定地走来了园区。紧接着辉宝看到宋3岁来了，立马跟了出来。而瑞宝这里因为不出来，宋3岁直接钻进通道门口去接瑞宝。在宋3岁一顿甜言蜜语的攻势下，瑞宝终于走了出来。不过瑞宝、辉宝出来没一会儿，又到了下班点。其实瑞宝刚才就没想出来，要不是给宋3岁个面子，自己就直接休半天班了。所以这一到下班点，瑞宝看到通道门打开，这觉也不睡了，直接从小树上下来，楼梯都不想走，直接从小亭子离通道门口最近的地方下来，然后第一个跑回了家。接着是辉宝，辉宝犹犹豫豫的，但好在也没用爷爷催促。而对于爱宝，宋3岁则是直接送来2块小苹果，一块放在小车上，一块放在小亭子上。宋3岁总喜欢耍点自己的小聪明，不过爱宝也没难为宋3岁。爱宝吃完小亭子上的小苹果后，就直接回家了。而小汽车的小苹果，爱宝都没吃。爱宝是在暗示宋3岁，以后不要搞这种哄小孩的把戏，有事儿直说。